此刻，刘长老也是开口：“楚风少侠说的对，天下之大，的确无奇不有，但凡事总会有一个真相。也许我们的3位天才就能解开此地的真相。随我来吧。”话罢，刘长老便带着楚风等人进入了那结界门之中。那是一个传送隧道，但这个传送隧道虽然有些年头，却并不古老，其中有着浓厚的刘长老的气息，说明这传送隧道是刘长老开启的。自传送隧道走出，楚风顿时感觉一股寒意袭来，在场的所有人，不管是何境界，竟都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。那不是纯粹的寒冷，而是令人心慌的不安。就如仙海鱼族族长所说，此地有着一种渗人的氛围感，但明明还没见到那所谓女鬼呢。刘长老，符纸给我几张。仙海少羽凑到了刘长老近前，刘长老将手中的符纸分成3份，然后分别递给了仙海少羽以及楚风还有小鱼儿3人。仙海少羽显然知道这符纸应该怎么用，直接全部贴在了自己衣服上，脑门上也贴了一张，弄得跟个符人似的。怎么了哥，不想见那女鬼了？小鱼儿笑眯眯地问道。算了，来这里是修炼的，又不是为了见鬼的。妹子，你若想见，符纸你也用不到，那便给哥吧。仙海少羽说话间就要去拿小鱼儿的符纸，想得美。可小鱼儿却没给他这个机会，反而嘲讽了一句：胆小鬼，你懂什么？我是害怕那是女色鬼，万一她真的要找夫君呢？我不是胆小，我是要为楚风兄弟守身如玉。仙海少羽此话一出，他的父母与爷爷都是一阵无语，而其妹妹则说了2个字：有病。可仙海少羽不以为然，反而看向楚风，挑了挑眉，其实我也可以以身相许。闻言，楚风笑了笑，对于仙海少羽他早就习惯了，仙海少羽就喜欢开这种玩笑，多少沾点恶趣味。可小鱼儿受不了，伸手扯开了仙海少羽的脸：变态哥哥，你恶心到我了，再胡说八道，撕烂你的嘴。仙海少羽的脸被扯得老大，也只得求饶：错了。显然对于这对兄妹的相处模式，所有人都习以为常。于是楚风则是开始认真观察这里。这是一个天然的岩洞，岩洞特别的大，堪比一个地下世界，但这里很坚固。坚固的原因是那岩洞的所有岩壁之上都有着一层冰，那冰便是寒意的来源，也是这里坚固的原因。同时那冰便是修炼之物。眼前所见的冰皆是较薄，但不是一开始就薄，明显是被人炼化过了。这里是怎么被发现的？楚风好奇地询问。他从一开始来到这世界就在观察，可从始至终都没有发现这修炼之地的痕迹。但以楚风如今的观察力，在明知道这里有修炼之地的情况下，却无法寻得蛛丝马迹，说明这里是真的极其隐秘。因此他很好奇，仙海鱼族是怎么发现这里的。是这个。仙海鱼族族长说话间取出了一个古老的羊皮卷轴，递给了楚风。楚风打开卷轴，发现这是一个隐藏的地图，需要有些观察力才能够看透。而楚风动用天眼，很快便将这地图看穿。这地图记载了这里的位置，也记载了进入此地的方法。这是在一次拍卖会上，我仙海鱼族以高价拍得，而后便发现这卷轴很不简单。但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发现这里已经明显有人来过了，并且时间很近，因此判断售卖这卷轴的人是来过这里修炼过之后，又将这卷轴高价拍卖。经过询问得知，来拍卖卷轴的是2个人，但那2位都有意伪装了身份，便不知究竟是何来路。但这里的修炼之物确实是能够用来修炼的，只不过提取的代价比较大而已。仙海鱼族族长意识到楚风很好奇这件事，于是主动为楚风讲述起来。原来如此，多谢前辈告知，这也就解释得通了。仙海鱼族也没本事发现此地，真正发现此地的乃是这羊皮卷的主人。但这羊皮卷虽然有些年头，可并没有远古气息，说明最先发现此地的人也是当代之人。随后楚风等人跟随刘长老深入岩洞，很快便看到有一部分岩洞上的冰格外晶莹，越是靠近越是能够感受到那其中散发着浓郁的天地能量。但不仅仅是天地能量，这些天地能量之中还蕴藏着浓厚的修武之道，对修炼有着极大帮助。显然这便是刘长老耗费了大量资源提取过的修炼之物。刘长老可以直接修炼吗？还需要注意什么？仙海少羽问。见到这些修炼之物，他已经迫不及待了。都是修武者，他能感受到这修炼之物的厉害，可能提取的还不是特别完美，但已经可以修炼了，正常修炼即可。刘长老说道。闻言，楚风3人走上前去，盘膝坐下。诺。楚风将自己手中的符纸递给了仙海少羽。见状，小鱼儿也是将自己的符纸递给了仙海少羽。你们真的不怕撞鬼啊？那女鬼是会影响修炼的。仙海少羽说道。可就在此时，刘长老则是开口。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有一个想法，那女鬼可能不是阻碍，而是机遇，只要能够突破女鬼的阻碍，也许能够获得更多。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愚见。楚风也是随之说道。我觉得刘长老说的有道理，凡事有因必有果，我不相信世间有鬼，我倒是想看看这女鬼到底什么来头。话罢，楚风便捏动法诀，
开始炼化此地的修炼之物。小鱼儿也是紧随其后。唉，若是这样，那我岂不是真成胆小鬼了？仙海少羽叹息一声，旋即将身上的所有符纸扯下，也是开始认真修炼。起初一切正常，楚风只觉得磅礴的天地能量被自己身体所吸收，这种感觉就仿佛是在自己修武之路的前方有着一道大门，只要打开那道大门，便可以突破一重修为。而眼下那磅礴的天地能量则在不断冲击着那道大门，但正常的冲击难以突破，楚风必须寻的方法，只要领悟到这个方法，便能一举突破。不愧是仙海鱼族，花费大价钱准备了几十年的产物，这里的修炼之物确实厉害。并未花费太久，楚风已经积攒足够的天地能量，但他还在不断炼化，是想再从那修炼之物中获取更多修武之道，从中领悟突破的契机。可忽然，楚风感觉周围一阵寒意袭来，汗毛不寒而栗，隐约间感到一双眼睛盯着自己。他立刻睁开眼眸，发现自己依然盘坐在地，是修炼的姿势，但却动弹不得。至于周围，仍是岩洞之中，但却看不到仙海少羽等人。隐隐间，前方的白雾中出现了一道身影，那是一个身穿白衣、披头散发的女子。女子背对着楚风，正在缓缓靠近。可很快楚风发现，那女子不是背对着自己，而是正对着自己，只是她散落的头发遮住了脸庞，但却露出了一双没有眼珠的眼睛。楚风感受到的目光正是来自于她。别装神弄鬼，有什么事情直说吧，楚风说道。可楚风此话一出，那女鬼竟消失不见了。下一刻，一张惨白无比的脸庞出现在楚风近前，那没有眼珠的眼睛瞪得老大，血水开始喷涌而出。唉，可楚风却叹息一声，旋即说道：前辈，虽然我年纪不大，但我杀过的人不少，世人眼中所谓恐怖的场面我都见过，你这样根本吓不到我。到底有什么事？您直说行吗？楚风此话一出，那女鬼也是真的愣住了，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是好。